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话说啊，咱们国内现在为了个预制菜炒的那叫一个热闹，家长们是天天盯着学校食堂的菜单，生怕自家娃吃了料理包。那网上的大 V 们也是分成两派啊，一天到晚辩论这玩意儿到底是科技之光呢，还是健康杀手。就在咱们自己家后院吵的是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战线上，咱们的预制菜已经悄悄的在日本打了一场大胜仗。你没听错啊，就在咱们还在犹豫这个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的时候，咱们的预制菜产品已经成功的占领了日本年轻人的餐桌。哎，你猜最近在这个日本最火的中国预制菜是啥？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哦，小龙虾。而且吧，是那种帮你把这个壳都包好了的开袋即食的麻辣小龙虾仁儿。哎，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哦，一个日本小哥下班回到自己那个小小的公寓，从冰箱里拿出一袋来自咱们中国的预制小龙虾，微波炉里叮的一下配上一罐啤酒，一边看着动漫，一边用筷子夹着红彤彤油亮亮的小龙虾仁儿，吃的那叫一个爽，根本就不用自己动手剥，简直是懒人福音啊！这可不是我瞎编的啊，这可是正在发生的事实。那除了这个小龙虾，什么麻婆豆腐啦、鱼香肉丝啊、糖醋里脊，各种各样的中餐预制菜啊，最开始呢可能只是卖给在日华人啦解解馋，现在呢已经大摇大摆的走进了日本的超市和普通人的家里。所以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啊，为啥咱们这儿的洪水猛兽到了隔壁啊就成了人间美味了呢？这个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首先啊，咱们得明白一件事啊，中国预制菜能在日本火起来啊，不是偶然，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呢，简直就是为预制菜量身打造的一片沃土。咱们的厂商啊，可以说是精准的抓住了他们的命门。日本人对预制菜的接受度有多高？说个数据啊，吓你一跳。按照日本的统计，全国超过90%的人都能接受广义上的预制菜。你觉得奇怪吗？一点都不哦。你现在去这个超市里买的方便面啦、速冻饺子啦、各种料理包啦，很多都是日本人发明的。人家几十年前就已经把方便这两个字刻在 DNA 里了。2024年光是冷冻食品啊，日本就卖了1.3万亿日元。要是算上所有的便当啦、饭团、沙拉这些广义的预制菜啊，整个市场规模可以高达10万亿日元。这是个啥概念啊？比很多小国家的 GDP 都高了。而且吧，这里面还有个反向输出的冷知识。咱们国内很多连锁的日料店，什么拉面啦、寿司啊、牛肉饭呀，你以为后厨真有个日本老师傅在那边给你现熬汤底、现切生鱼片吗？别天真喽，他们早就玩了10几年的预制菜了，是这方面的老祖宗。你吃的那碗浓郁猪骨汤拉面，汤底很可能就是一大包浓缩汤料兑水冲出来的。所以你看，咱们还在争论预制菜的正当性，人家早就把它当成一日三餐，过成了一种日常。那为啥日本人对预制菜的接受度这么高呢？光说历史原因太抽象，咱们来虚拟一个人物啊，就叫个什么田中君吧，看看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哎，你就全明白了。田中君35岁，东京一个普通上班族，自己一个人住。早上7点呢，田中君在自己那个只有15平米的胶囊公寓里醒来，家里连个正经厨房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磁炉和微波炉。做早饭呀，不存在的呀，他会冲到楼下711便利店买一个饭团、一杯咖啡，在路上解决。这是他的第一顿预制菜。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他要坐1个半小时的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去上班。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通勤时间是95分钟，世界第一啊！这1个半小时足以消耗掉他大部分的精力和对生活的热情。中午12点半，午休时间呢只有1个小时，他会和同事一起去楼下的吉野家或者什么松屋点一碗500日元的牛肉盖饭，下单上菜5分钟就搞定了。吃完趴在桌子上眯个20分钟。那这碗牛肉饭当然也是中央厨房做好的预制菜，店里加热一下而已。这是他的第2顿预制菜。到晚上8点钟加完班了，田中君再次挤上那要命的地铁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他还有力气买菜、洗菜、切菜、做饭吗？别开玩笑了啊！他会再次走进便利店，买一盒咖喱猪排饭便当，或者是一包冷冻意面。回到家呢，扔进微波炉，叮的一声，晚饭又好了。这就是他的第3顿预制菜。
这就是田中君的一天。日本呢有超过38%的家庭是独居户，有无数个像田中君这样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预制菜呢不是什么消费升级或者降级，它就是个生存工具是停滞的经济、超长的工作时间、极度疏离的人际关系，共同把他们推向了预制菜的怀抱。现在你明白了吧？当一个社会已经这样运转了几十年，预制菜早就不是一道菜了，它是这个社会的一块砖一块基石。既然日本市场这么成熟，那凭啥咱们中国的预制菜还能杀进去分一杯羹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咱们的降维打击。日本的预制菜产业虽然是历史悠久，但是有个问题，单调你走进这个超市，冷冻区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样，拉面、乌冬面、炒饭、咖喱，主要以主食为主，吃多了是真的会腻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预制菜产业本质上是现代工业，背后比拼的是供应链，而中国呢是拥有全世界最强大、最完整的供应链。咱们的餐桌有多丰富8大菜系，煎炒烹炸，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面游的，都能给你做成菜。这种丰富性反映到预制菜上，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当日本的田中君吃腻了咖喱饭的时候，他突然在超市里发现来自中国的麻婆豆腐、鱼香肉丝、水煮鱼片，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天天听古典音乐的人，突然听到了摇滚乐，新世界的大门一下就打开了。而且呢，中日之间的饮食习惯不像跟欧美差异那么大。咱们的麻婆豆腐传到日本虽然改良了，没那么辣了，但基本上味道还在。所以咱们的预制菜给了日本消费者一个全新的触手可及的体验。你不用去高级中餐馆排队，花很少的钱就能在家里面尝到正宗的中国味道。这就是咱们的优势用强大的供应链结合中餐博大精深的菜品库，给别人提供他们没有的更丰富的选择。这跟咱们其他产业出海的路子一模一样。那聊到这儿咱们就得回头看看自己了。既然这个预制菜有这么多好处，为啥咱们国内的争议就这么大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就是合理的食品安全焦虑。咱们的国家食品安全过去呢出过问题，大家都担心，很正常。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吃到来源不明、添加剂超标的东西。所以呢，国家这几年也在赶紧完善法律法规。比如去年3月，6个部门联合发文，明确规定预制菜里不准添加防腐剂。这就是好事能提高大家的信任度。但是呢，在合理的焦虑之外呢，还有很多是情绪和观念的争论。这里面呢有2大派人特别的有意思。一派是天然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觉得所有工厂出来的东西都是科技与狠活，只有自己家菜地里面种的、现摘现做的才是好的。那这种观念说实话有点反科学，也脱离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现实。另外一派呢是预制菜狂热支持者，他们觉得这个预制菜是代表了先进高效的西方文明，谁反对谁就是老古董，不懂得进步。这种想法呢同样是很极端。你看这场争论早就超出了一道菜的范畴了，它附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变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法规能解决的。很多人会说你看日本接受度那么高，社会运转的也挺好的，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没错，这个日本它在某些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呢，他们从1948年就有了食品安全法，改了一版又一版，法律条文的完善程度确实是很高，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学习不等于照抄，咱们得问自己一个问题，像日本那样整个社会高度依赖预制菜，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日本的高接受度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的？是停滞的经济、过劳的通勤、高度疏离的人际关系和严重的老龄化。这些是好事吗？我们学习日本的食品安全标准，难道也要把他们的社会问题一并学习过来吗？日本3大连锁快餐店吉野家、松屋、石崎家在日本的定位其实说白了就是穷人食堂，一碗牛肉饭折合人民币20-30块，非常亲民，人家没给自己贴什么光环。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些牌子到了中国，开进大商场，摇身一变就成了日式匠心、品质生活的代表，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很多使用预制菜的日料店反而能收割一大批信任，这背后就不是预制菜本身的
的问题了，它反映的是一种长久以来的文明等级论心态，觉得日本来的东西啊，就天然带着一种高级的光环。要破除这种迷信，比建立食品安全标准要难得多。所以啊，聊了这么多啊，我想说的是，关于郁郁之菜的争论啊，绝对不是一道简单的支持和反对的选择题。食物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吃什么、怎么吃呢？背后代表的是文化符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日本在法律法规上的经验呢，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日本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不是我们的方向？这个问题呢，必须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尤其是在他们经历了失去的30年，而我们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道路的今天，我们的未来啊，不能成为另一个日本。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一条平衡之路，既能享受现代工业带来的安全和便捷，又能保留住中华饮食文化中那份最珍贵人与人之间围坐一桌的温情和烟火气。这个答案啊，不在日本的便利店里，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选择里。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